超多小兄的要求哇，要做一个蓝夺的这个吊打接招什么什么什么哇，超多的这个要求都是蓝夺的。那我呢，身为一个在王者里 SS 穿进公孙里就是蓝夺英雄的这个玩家，这次不尝试把全部玩法心得告诉大家，比方说二段式的进场。那这一把呢，直接实战告诉大家，超难死、最秀、爆炸的一个输出的一些奥义出装魔文，全部给大家喽。那到底该怎么玩，还有是什么的这些心得呢？好好享受吧。这里超远距离啊，这个熊猫大招进场，在一个一技能二段式位移、四段位移，直接被我们风筝的死了。这个熊猫，这里我们直接呢搭配队友先把这个安格列先收掉，然后确保这个蝴蝶不在身上啊，出发被动把对面害牙的人都直接收掉。这我们大招进场，一技能在一个二段式位移，不要打梦梦，直接把一下的人都直接收掉。那我教大家呢不用学费，可是呢请在下方现在点个赞哦，大家，你的小小的点赞对我来说是最大的支持，对，就是你哦，小兄弟。本节目没有人赞助播出。Hi everyone， 我是 Mad Team 的我，这次带来的是大家呢都期待已久的这个蓝夺啊，很多小兄弟要求的这个英雄的实战解说。那如果还没订阅窝窝的频道的话呢，请先订阅，要不然的话呢，就是去一个加点上 S 的方法。那如果呢你是喜欢或者玩过射手，又或者呢喜欢一些传说的最新资讯的话，请在下方点个赞。那如果你喜欢玩其他路或其他英雄的话呢，也欢迎在下方留言。这把呢我们玩蓝夺直接走个下路啊，其实凯撒路、魔龙路、打野啊，或者是即便是中路啊，这个难度都是可以玩的一个角色。这里呢，其实对面我们对到一下这个英雄呢，他没有，你就看他一技能的时候，一等的时候加什么技能，他加一技能的话，绝对可以把他的那个梦梦直接塔杀，因为他不能够把他拉回去。那这是对一下这个小心的。这一局呢，最重要还是讲我们这个蓝夺到底要怎么玩。其实蓝夺这个英雄窝窝呢，虽然传说是刚出，可是窝窝已经玩了超久了，真的玩了超级久了啊！在王者荣耀里面呢，这个英雄也出了蛮久的一个时间了。那这个英雄呢，其实很多新的窝可以跟大家分享，怎么进场，怎么使用技能。这里对面直接原本他们就走一个，因为这个体验服嘛，大家都知道这个就怪怪的，那没所谓啊。对面两个走这个下路，我们只能够很龟在塔内啊，没所谓。所以对面打野来 gank 的时候，我们的法师直接过来帮我们补一下这个线。那使用到蓝夺的话呢，一定要玩得很花里胡哨，不能够太过稳稳的玩，因为这个英雄本来就是要给你这种玩法，就像你玩这个莫拉一样，要秀起来啊，必须得秀起来的一个英雄，那个技能组整个就本来就很夸张的。这里搭配队友呢，把这个安格列先收掉，开启二技能，把对面的这个害牙的人头直接收掉。那第一个心得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？就是蓝夺这个英雄哦，千万这个要记得哦，你的蝴蝶不要留在身上，在你反正你要攻击的时候，尽量不要扣在身上。这个是蓝夺的它的被动，只要你蝴蝶不在身上，你攻击间隔就会有一个缩减。那这样的话呢，所以大家可以看到，我一开始呢，不论是清理兵线也好啊，这个去支援也好，也是会把这个蝴蝶呢不留在身上，这里直接大招进场，不要去打这个梦梦，直接把一下打掉就可以了。我们呢进场的方式呢，你可以一技能进场，那我的习惯是大招进场，一技能跟上。那你也可以直接一个大招进场，你不先使用一技能也是可以。可是这就是大家的一个玩法。比方说你玩到图人的话，你可以选择一个反手的闪大，或者是你喜欢二技能先踩过去，再一技能也是可以的。你喜欢反手闪一也是可以，喜欢二技能闪过去也是可以，就看自己这个容错率而已啊。
那这里我们把兵线整理掉之后呢，躲在这个草丛内，不断的点这个下路外塔。那这里就可以看到，我们这个真的多段位移啊！这种除非是玩到蓝夺，要不然也没有多少个射手英雄能够像刚刚那种的逃生法。如果你玩警的话，可能这距离就缩一半了，刚刚能逃距离。这他也一直想叠他这个被动啊，打得很凶啊！在前期的时候，蓝夺的伤害还不太出，即便是像亥牙这种的英雄，他的这个伤害在前期呢，也会跟其实蓝夺差不多。可是他打出他的这个被动之后呢，那就很痛。那可是蓝夺在前期里没有什么装备的时候，还是没有那么的痛啊。这里超人不动了，那没有所谓。一开始先做龙骨啊，你可以先做中速鞋，也可以先做龙骨。那我的习惯是先做一个龙骨，因为呢我们打线，你先做鞋子就是要增加自己资源性。那如果我们走一个凯撒路的话啊，你走魔龙路可以先做鞋子，走凯撒路的话可以先做这个龙骨剑。那这里呢我们持续的把这个小野怪，哇，这个对面这个小兄弟什么都想抢啊！结束他的被动之后，这里就先逃一逃，然后呢再进场，七进七出把他人头直接收掉。玩到这种英雄呢，比方说那克罗斯也好啊，其实更像的是这个莫拉这种的英雄啊，都要呢不断的退场进场，退场进场，尽量不好说。一进场你就一直在那边平 A 打，然后呢没有想过要退场。那既然这个技能组能够让你退场的话，那何必玩一种像凯格路斯的玩法呢？对不对？就凯格路斯大家知道啊，进场不断的砍，不断的砍，要不然你就对面砍，对面就被你砍死，要不然的话呢，你就吸不回血量啊。要逃的话，也就一个一技能可以逃。那就我们这个英雄是很不同的。这里打起团战来，大家要去参团吗？不要啊！这里把这个下路外塔先拆掉，这个把对面人头收掉之后，他可以复活，把塔拿掉之后，对面就不可以把这个塔重生了。这里直接大招进场，一技能跟上我们刚刚说的，多段位移、4段位移，把这个熊猫的人头直接收掉。这里就可以看到我们蓝夺，大家好像看到这一把好像没怎么的进场，其实这里已经收了4个头，大家不知不觉之间，因为这个英雄他本来就是花里胡哨飞来飞去的，不知不觉之间呢就把你消耗一大堆的血量，然后把你人头收掉。那有点像玩什么呢？就是刚刚说的莫拉或者是那克罗斯这种英雄，那可是他是一个射手远程的英雄。那可能有些小兄弟会觉得，其实莫拉有点像这个远程的英雄，我就是进场然后开个大招啊，飞过去然后开个大招，又是无敌的那个大招的时间，然后又退回来了。那蓝夺这个英雄他的这个射程呢是蛮远的啊，也是可以的。这里我们其实才7分钟啦，我其实已经有点想做凯撒，不过这个菲尼克人头已经掉了。那在体验服的话，就通常比较要相信自己多一点，因为队友有时候可能会断线啊什么之类的。那这里我们直接呢把这个野区收一收。那这个时间点呢，我们可以呢不断的进行发育啊。那蓝夺这个英雄呢，他在前期的话，如果你走位好，他是真的也是可以很好用的一个英雄，对面打不到你，可是伤害还是不太够，能够出得很夸张。可是到了后期就很夸张了啊，中期后期。那这里我们直接呢只是随便一点就把对面这个亥牙点到残血，然后让这个我们自家的亥牙把他人头直接收掉。那蓝夺这个英雄还有一个很好的地方呢，就是他的这个清理兵线的速度呢还算可以啊。不要看他好像怎么感觉有点像这个清兵线速度慢慢的，其实不是，他清兵线速度还是蛮快的，所以拿来走线也是可以的。那当然了，这个英雄呢
来打野也是蛮不错的一个英雄，两条路都可以走啊。刚刚说到，只要边线可以，什么都可以啊。那这里把这个野怪这边你这个野区直接反了，不断的发育啊。那这里看到呢，对面这个蓝区可能有机阶，想要进场去看一下，哇，原来对面这个熊猫真的是超肥啊！他直接一个控制，我们这逃不掉，完全。虽然我们刚刚是一个人头都没有掉过，可是全队其实已经掉了10来颗这个人头，那很多都是被对面熊猫偷掉的，那超肥。没所谓，我们做好自己就好。那这里呢，我们出到下一个装备呢是什么呢？出个圣剑啊，出圣剑。因为这个英雄呢，其实他这个整个技能组呢是能够打出这个法术的暴击伤害。那所以如果圣剑一加出来的话，哇，这个暴击就很夸张了，很可观的一个暴击。那这里我们直接刚刚说了大招进场，然后一技能呢跟上，不断的点把对面的这一下的人头直接收掉。那这里要管对面这个英雄吗？先点一下塔，差不多点完这个塔的血量之后呢，再带这个下路兵线进去。那不断的点把对面这个安格烈还有对面这小兄弟人头直接收掉，赢得这场的胜利。感谢大家收看，我是 Matt Team 的我。喜欢影片的话呢，不要忘了订阅、点赞还有分享。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